中共内部权力斗争黑箱操作之下，政局越来越吊诡，但看点却越来越多，已暴露出这个权力来路不正的政权危机在加深。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关习近平逼近军营的苗头所代表的权力走向，以及由新任山西省长卢东亮引出的一个官场魔咒和中共深层危机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时海一心，我是邵峰。众所周知，中共历来是搞党指挥枪，没有枪，党基本就是到了要散架的时候了。在过去这2年间，中共的火箭军被一锅端，除了2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，还有掌管政工部的中共军委委员苗华落马，更有一批各军种将领传出事，官方秘而不宣。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竟然失踪数月，生死不明。关键是这些人基本上是习近平的亲信，许多是来自习的嫡系部队，驻福建的前31集团军。在何卫东失踪之后，排名第1的另一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独掌军权，等于架空了习近平。一时间，中国出现枪指挥党的传言四起。这还不够，2024年上半年被贬到国防大学的习近平的军中大秘，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，其接替者方永祥中将似乎也失踪了。官方报道显示，方永祥今年3月20日陪同习近平在昆明接见驻昆明部队官兵代表。提前预告何卫东出事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3月25日在 X 平台上爆料说，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3月22日在办公室内被抓，军办主任方永祥也被免职。如果方永祥真的被免，意味着习近平连任2任军中大秘都被拿掉了，这是典型的清君侧手法，故此习很难摆脱军权旁落的嫌疑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我们看到最近在7月7日至8日，习近平在山西考察，去了百团大战纪念馆，但没有进军营视察或慰问。上一次是5月下旬，习去河南，也没有去军营，反而去洛阳龙门石窟拜佛，确实有些奇怪。过去习近平到地方，每次去基本上都要到军营摸摸枪，拍拍照，向政敌示威，显示自己有枪防身。这次是连续2次到地方访问，却没去军营，显得不寻常。可能的原因有2个，一是现在是枪指挥党，去不去军营不是习说了算；二是习现在不敢去，去了就要合照。过去基本上每次去军营都要有一名军委副主席作陪，以示一尊地位。今年3月那次，因为何卫东出事，张又侠又不肯从北京飞来，所以剩下大秘方永祥陪同。方永祥也出现在合照中。这次如果再拍照，习会被发现连大秘都没有陪同，那张老脸往哪搁啊？所以习现在不敢去军营，或有人不让他去军营，都是可以想象的。由于李尚福和苗华先后落马，若加上何卫东也被清洗，中共中央军委人数将从7人下降至4人。外界认为，中共军中恶斗的内情比战场危险。习避免去军营，但避不了8月1日中共建军节这个关键节点。他还会不会升一批上将呢？但一批上将已经出事，他们集体缺席的场面，官方很难处理。这也对应着中共政权进入了一种表面上都很难掩盖的深层危机。中共的日子不长了，那些还傻傻为中共唱好的海外的中共老朋友，可能要大跌眼镜。现在再来看另一个看点。官方媒体报道，7月7日至8日，
习近平在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唐登杰和省长卢东亮陪同下，先后到阳泉、太原考察调研。卢东亮年仅51岁，6月16日刚成为山西省省长。中共官媒吹捧卢东亮是目前中国最年轻的省政府一把手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卢东亮是辽宁康平人，早年在中国铝业集团任职多年，曾担任中国铝业集团副总经理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总裁、董事长等职。2020年，卢东亮任山西省副省长。2021年10月，晋升中共山西省委常委，兼任大同市委书记。2024年12月，卢东亮任山西常务副省长，直到今年6月升任省长。他是现任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。中共官媒喜欢吹捧全国最年轻省部级官员，言下之意说，这些是所谓的中共接班群体，而在外界解读而言，往往又将之与习近平接班人联系。但从过往的历史看，在习时代成为全国最年轻省部级官员并非好兆头。之前同样被吹捧过的还有2024年12月任浙江省长的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刘杰。刘杰是1970年1月出生，比卢东亮大3岁。官媒当时也吹捧说，70后刘杰成为全国最年轻省级政府一把手。而刘杰也及时前往嘉兴南湖，朝拜代表中共起家的标志之一红船，在此向习近平高调表忠，喊出2个确立、2个维护等习式政治术语。这一举动其实却已公开暴露了继续向上爬、有意接班的野心。去年底担任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的关志欧，也是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。他是辽宁沈阳人，1969年12月生，算是准70后。新京报也发文吹捧他，标题就是关志欧最年轻部长。到目前，中共有几名70后正部级官员。2023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阿东，1970年11月出生。他任职时，官媒也称其是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，今年53岁。但阿东不是中共中央委员，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，且是历来最老的团中央第一书记。还有一名70后正部级，现任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、局长李云泽，是1970年9月生，他是20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。当然，如果是在1980年代成为中共全国最年轻正部级领导干部，可能确实是仕途一片大好。好命的特例是1982年9月中共12大出现一名40岁以下候补委员，时年39岁的中共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。其实刚好邓小平鼓励年轻化和搞干部梯队建设，并反对终身制，所以适得其时。但在习近平时代则恰恰相反，这类中央的最年轻领导干部会有双重风险：一是被捧为日后的接班人，树大招风，遭政敌盯紧，随时会爆黑料挖坑；二是自我标榜接班人，会沾沾自喜，野心外露，招主子忌。比如中共18大上出现的2名60后，胡春华1963年4月生和孙政才1963年9月生，最年轻者是孙政才。作为团派代表人物的胡春华虽然刻意低调，但被内外炒作为习接班人。中共19大和20大都是热门入常人选，结果却双双失常，最后还被踢出政治局。后者如孙政才，官方通报孙为野心家，他在中共19大前栽倒，据报是每年焚香祭拜龙袍，相信是因为这件事传到习近平那里，孙政才惹来大祸。再比如团派的陆浩，他生于1967年，
是中共第18届、19届、20届中央委员。早在2008年5月4日，41岁的陆浩被宣布接替胡春华，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，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。2012年11月14日，在中共18大上，陆浩又成为中共最年轻的中央委员。中共党刊《人民文摘》2013年曾发专文吹捧陆浩为政坛黑马。在履新黑龙江代省长时，陆浩声称，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。这种话也是在宣示向上爬的野心。党刊文章说，因多位团中央主帅晋升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，此次赴地方历练的陆浩也备受关注。言下之意，陆浩也是有望接班的。但陆浩早在2022年就被贬任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，因为习近平在整团派，他未来能平安退休就不错了。1969年生的贺军科同样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，2018年6月时是全国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。他在2023年5月转入中共科协任副主席，等于提前退居二线。在2012年中共18大就被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刘健，1970年出生，当年才42岁，成为最年轻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，这届中央委员会中唯一的70后。他曾任阿尔泰、哈密两地的党委书记，成为全国首位70后地委书记。大外宣媒体也吹捧他是官场黑马，以及所谓中共第7代接班人。不过2017年2月24日，刘健突然被免去中共新疆哈密市委书记职务，调任民政厅副厅长。同年7月1日，刘健再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副厅长职务，返京重投早年工作过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，担任国投集团下属国投健康的董事长，从此一蹶不振。而其前任王坚普则转任公司党组巡视组组长，在公司紧盯刘健。有港媒披露，刘健早年任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兼团中央常委，与当时的团派大佬令计划搭上关系。令计划出任中办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后，开始布局未来人马，着力打造第3梯队，瞄准了厅局这一级。刘健成为令计划刻意栽培的对象。有知情者称，令计划落马后，刘健大力倒戈令计划，与其划清界限，刻意摆脱令的阴影，但最后还是被打入冷宫。去年首度公开的习近平几年前一段讲话，习说，优秀年轻干部不能搞成特殊群体，不能像储君一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。这被认为表明习近平憎恨被传为接班人的高官，比如孙政才和胡春华。由此，在习近平时代，全国最年轻官员已成为一个官场魔咒，官媒的吹捧反而等于是为这类官员日后的衰运做铺垫。习近平已打乱了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干部梯队布局。习自己破除连任限制后，中共20大后，一批习家军过了退休年龄仍在陪跑，习还没有按中共惯例准备储军，令日后变数很大。据不完全统计，70后副省级官员现有30多人。有观点说，假如习在干完第3任后还干2届10年，那时他已84岁，差不多要交权了，但不太可能交到60后身上，因为60后的最小年龄也已经70多岁了。70后届时年龄最大的也就67岁，接他的班正合适。70后也被称为中共中生代。不过所谓的中共中生代应该没有机会了，一是习自己本身权力不稳，谁接班可能由不得他了；二是因为现在中共政权风雨飘摇，民间苦袭已久，看来中共很难挺过10年，或不推而倒。
有关卢东亮，因为有些传闻，额外我们再讲讲一点看点。卢东亮上任山西省长伊始，便接待习近平到访，受到关注，还因为他被指有特殊背景。有爆料指他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女婿，仕途也刚好起步于郭声琨一手打造的中国铝业集团。据早前的消息称，郭声琨是江派大佬、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表外甥。于是有人说，这是习向曾庆红派系释放善意，卢东亮的快速上位背后隐藏着高层权力博弈的影子，云云。在中共的官场上向来讲派系和人脉，不过卢东亮是否郭声琨女婿目前还难以确认，而郭声琨近期有多个不同的消息，说明他本身的处境现在非常微妙。最近先是今年4月份山西省长金湘军落马，然后是广西政府主席蓝天利今年5月在任上落马，这两人在广西有交集。蓝天利担任中共广西政府副主席和政协主席期间，金湘军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任中共广西防城港市委书记。郭声琨是中国有色金属地盘的大佬，早年曾任中国铝业公司首任总经理，并兼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之后主政广西多年。蓝天利与金湘军均是其在广西工作时的旧部。蓝天利落马后，网传其倒卖稀土，旅居澳洲的反共网红蒋网正爆料说，蓝天利被定性叛国，广西官场被大清洗，曾主政广西染指有色金属利益地盘的江派大员郭声琨也被约谈。另外，中共广西前政协副主席彭小春6月16日被查，他在郭声琨主政广西期间，先是从中共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任上，获提拔担任广西党委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、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，之后任中共广西贺州市委书记。有港媒指彭小春是郭声琨的大管家兼头号笔杆子。郭声琨的靠山曾庆红近期也陷入不妙传闻。6月14日，旅居美国的独立评论人蔡胜坤引用来自北京的消息称，曾庆红被软禁了。蓝天利落马后，广西当局罕见喊出没有免罪丹书铁券，也没有铁帽子王。而在周永康落马后，中共党媒曾多次炒作没有铁帽子王之类的狠话，也被指影射曾庆红。当然，有关曾庆红被软禁、郭声琨被约谈的消息，就跟卢东亮是郭声琨女婿一样，目前无法证实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共现在内部确实乱套了。我们最起码能看到的表象就是，习近平的人马不断被清洗，习甚至也开始避免去军营。在枪指挥党的基础上，习即便有意看好某人接班，也成了空话。最后，引用最近过世的中国作家傅国勇大作《1911大清朝完蛋》的前夜当中一句经典的话来形容当下，非常贴切。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。费正清找到了原因，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。这里是大时局时很人心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